她既是美女又是才女，传说中被父子三人同时爱上，最终为何被老公亲手赐死？曹魏文昭皇后甄夫人生于公元183年，卒于公元221年。她是今天的河北石家庄无极县人，是上蔡令甄议的女儿，魏文帝曹丕的第二任正妻，魏明帝曹睿的母亲。甄氏一族在西汉时期曾经十分鼎盛，在王莽改制失败后渐渐没落，到了三国时期再次兴起，成为当时河北的大家族。甄宓的美貌天下闻名，在当时的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江东有二乔，河北甄宓俏。甄宓是后人为她起的名字。曹植《洛神赋》中的女主角本来是伏羲氏的女儿伏妃，因曹植爱慕甄宓的传说盛行于世，所以人们索性把这位伏羲氏女儿伏妃当成甄宓。现在甄宓成为比伏羲氏的女儿更广为人知的洛水女神。这位甄夫人到底有什么魅力，能成为后人心目中的洛神？她与曹植的爱情是真是假？曹丕为什么会将自己曾经深爱过的女人赐死？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品读经典人物，感悟别样人生。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洛水女神甄宓的故事。甄氏虽然出生于官宦世家，但是父亲在她3岁时就去世了。年幼的甄宓因为父亲的早逝，从小就表现得很成熟。传说当时的相士刘良为甄宓看相，断言她日后必将贵不可言。小时候的甄宓就很端庄严肃，从来没有人敢戏弄她。甄宓8岁时，甄家的院子外面几个杂耍艺人在表演杂技，兄弟姐妹们都争先恐后的跑到阁楼上去看杂技，甄宓却没有表现出一点兴趣。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去看杂技时，甄宓反问道：“这是女孩子该看的吗？”甄宓很喜欢读书，但是对一般女子们都要学习的针织女工却并不感兴趣。小时候的甄宓就表现出博闻强记的特征，她常常用哥哥们的笔写字。哥哥们不了解甄宓的精神追求，就对她说：“女孩子就应该学习针织女工，读书有什么用呢？难道你想做女博士吗？”甄宓却自有一番高论。他说，古时候的贤德女子都通过读书来借鉴前人的经验，不读书就无法借鉴前人的智慧，实现自己的成长。汉末天下大乱，百姓们食不果腹，纷纷卖掉值钱的贵重物品换取粮食。甄家因为资财丰厚，就趁机购买了很多贵重宝物，并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当时的甄宓不过才10几岁，他就认识到乱世求宝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害怕家人因财丧身，他就建议母亲和兄长们把家里的粮食无偿捐给四邻乡亲，做了一件大大的善举。甄宓14岁的时候，他的二哥甄衍去世，甄宓帮助嫂嫂照顾孩子，非常尽心。甄宓的母亲为人不苟言笑，平时对几个儿媳妇不怎么好。二哥死后，二嫂一边要带孩子，一边还要操持家务，甄宓就对母亲说明了二嫂的难处。此后，甄宓的母亲和几个儿媳相处融洽，起居都在一起，关系变得十分亲密。袁绍占领河北后，为他的二儿子袁熙娶了甄宓做妻子。公元199年，袁熙担任幽州刺史，期间甄宓留在冀州照顾婆母刘夫人。公元204年，曹操率兵攻打邺城，甄宓和婆母刘夫人同时被俘。虽然曹操攻打袁绍是出于扩张势力、统一天下的考虑，但是根据《世说新语》中的记载，曹操曾经亲口对属下的士兵说过，今年攻打邺城就是为了得到甄宓。但是当邺城被攻破的时候，曹丕率先进入了袁氏府中，当时担惊受怕的甄宓正伏在婆母身上哭泣。当曹丕看到披头散发、面容也很脏的甄宓时，就命他挽起头发，并把他的面庞擦拭干净。之后，曹丕看到了倾国倾城的甄宓，就对他心生爱慕。曹操知道自己儿子的心思，就将甄宓嫁给曹丕为妾。这个时候，因为曹丕已经有了正妻人氏，所以甄宓还只是妾室。在甄宓嫁给曹丕之初，她是非常受宠的。但是甄宓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得宠就志得意满。对于曹丕那些受宠的妻妾，甄宓劝他们和曹丕维持良好的关系；对于那些不受宠的妻妾，甄宓也总是宽慰他们。为了获得曹丕的欢心，甄宓还曾经劝曹丕多纳妾室，为他的家族开枝散叶。甄宓这么做实在是很违背常理的。一个女子如果真的爱自己的丈夫，怎么会丝毫不嫉妒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欢好呢？能做到不嫉妒已经很难了，怎么还能劝丈夫多纳妾呢？小编认为，甄宓之所以会这么做，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她知道自己原本是袁家的媳妇儿，所以嫁给曹丕后，身处充满斗争的王府中，她其实没有什么安全感。也许只有尽量顺着曹丕的心意，才能得到曹丕的宠爱。曹丕娶了甄氏之后不久，就因为和自己的正妻任氏感情不和，而要休掉任氏，把甄宓扶正。
这时甄宓对曹丕苦苦相劝，认为任氏的出身比自己还要好，如果任氏被休弃，别人就会以为是他在曹丕面前进谗言，害得曹丕对任氏恩断义绝。曹丕并没有听从甄宓的良言，执意休了原配，并且把甄宓扶正。被扶正的甄宓心里可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大概会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任氏的今天就是他甄宓的明天。甄宓对卞太后非常孝顺，这种孝顺不但远远超出了做媳妇儿的本分，甚至比卞太后的亲生女儿更胜一筹。这其实也不一定全是因为甄宓为人善良，而是因为即便他有了孩子，他也希望自己对卞太后的好能被卞太后记在心里。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幸失去曹丕的宠爱，有卞夫人这个婆婆可以替他说上几句话，自己的日子应该还能过得下去。公元211年7月，曹操西征，卞夫人随行。卞夫人在途中生了病，甄宓非常担心。当下人来报告甄宓卞夫人病好了的时候，甄宓不相信，因为他知道以前卞夫人生病总是好得特别慢，直到卞夫人亲自写了书信来告诉甄宓自己的病已经好了，甄宓这才放心。待大军返回邺城，卞夫人当众夸赞甄宓真是一个孝顺的媳妇儿啊。公元216年，曹操东征孙权，卞夫人和曹丕以及甄宓的2个孩子都随军出征。甄宓当时因为生病，就独自留在邺城。一段时间之后，曹操大军回师，卞夫人以为甄宓会想念自己的孩子，但是当他看到甄宓的时候，发现甄宓的脸色非常好，脸上也没有流露出担忧的神色。卞夫人奇怪地问甄宓：分别这么久，难道你不想自己的孩子吗？甄宓非常开心地说：2个孩子跟着奶奶出去，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也许我们觉得甄宓是一个孝顺、知礼又很会讨婆婆开心的好媳妇儿，但是这个好媳妇儿没能遇到一个好婆婆。当甄宓失宠后，卞夫人没有在曹丕面前为她说过一句好话，既没有建议曹丕立她为皇后，在她被曹丕赐死的时候，也没有出面为她说情。甄宓的死亡是他留给后人最大的谜团。有人说他是被曹丕后来的宠妃郭女王害死的，有人说是因为他和曹植的恋情被曹丕知道了，所以曹丕才狠心的将他赐死。在小编看来，这2种看似真实的说法，其实都不是甄宓之死的主要原因。首先说甄宓与曹植的恋情，这段小叔子和嫂嫂之间的不伦之恋，历来被人们当作正史大书特书。实际上，曹植和甄宓之间是不会产生爱情的。甄宓比曹植大9岁，甄宓21岁嫁入曹家，这时候曹植才12岁，不可能对嫂嫂动情。在甄宓嫁入曹家多年以后，出于对曹植人品的信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曹植是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自己的嫂嫂产生私情，让自己的家族为之蒙羞的。当曹丕、曹植2兄弟因为王位之争而互相争斗时，曹植更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与嫂嫂私会。其实曹植写的《洛神赋》还真是有现实中的女主角的，这个女主角就是曹植的妻子崔氏女。根据历史记载，这位崔氏女出身名门，与曹植感情很好，但是却因为穿着太过华丽，行事过于张扬，被曹操赐死。崔氏女死后，曹植非常怀念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所以就把洛神的形象与自己妻子的形象合二为一了。再说甄宓是否被郭女王害死的问题，《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写书的过程中采用了这个说法，就连正史中也有很多甄宓是被郭女王害死的记载。人们一般认为郭女王后来居上，觊觎后位，所以就在曹丕面前进谗言，害死了甄宓。甄宓死的时候确实很惨，她被以发覆面，口中被人塞满了糠，看来确实是被人害死的。郭女王是甄宓之死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她被人们怀疑是冤杀甄宓的元凶。实际上，从郭女王敢于收养甄宓死时已经15岁的曹睿这件事来看，就足以证明她与甄宓之死没有关系。曹丕的后宫当时还有其他姬妾生的孩子，这些孩子年龄小，对自己亲妈的记忆更淡一些。郭女王如果把他们收养过来，不是会和自己更亲密吗？曹睿当时已经15岁了，对于母亲被赐死的事件，应该会有自己的思考。郭女王就不怕她为母亲报仇吗？唯一的解释是，郭女王和甄宓的死没有关系。大部分史书对甄宓死因的记载都是可疑的。还有史书记载，曹丕在得到汉献帝的2个女儿后，冷落了甄宓，于是甄宓对曹丕生了怨愤。这个原因倒是很接近真实的，但这也不是甄宓被赐死的根本原因。甄宓被赐死的根本原因，小编更认同电视剧《军师联盟》中给出的说法，也许是甄宓在看到曹丕与曹植兄弟相残之后，屡次劝说曹丕要以袁氏兄弟相残的故事作为前车之鉴，要善待兄弟。而曹丕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感情细腻真诚的文人曹丕，只是君王曹丕了。
这个时候，甄宓对曹丕的劝说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而且在甄宓多次的劝说中，曹丕也许真的怀疑他和曹植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了。甄宓虽然和曹植并没有私情，但是他的才情也足以让曹丕想到那个从小深得父母宠爱、才高八斗的弟弟曹植。曹丕最终饶了曹植的性命，可是对于相互之间已经没有爱情的甄宓，曹丕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甄宓是被曹丕在战乱之中抢来的，他本来对曹丕就没有感情，后来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也许渐渐喜欢上了作为文人才子的曹丕。但是对于那个在兄弟之争中丧失了本性的曹丕，甄宓不但没法喜欢，还有可能觉得自己嫁给这样的夫君是此生最痛心的事。所以与其说甄宓是被曹丕赐死的，不如说甄宓是自己选择了死亡。魏明帝曹睿即位后，甄宓被追封为文昭皇后并改葬，甄宓的父亲甄弋也被追封了爵位，甄氏后人都被封为列侯。后来继承曹睿皇位的养子曹芳娶了甄宓二哥甄衍的孙女。甄氏由于魏明帝曹睿的照顾，在甄宓死后又兴盛起来。甄宓的一生是不幸的，虽然她的美貌与才情曾经让她在战乱中免去一死，又让她成为曹丕的正妻，但是甄宓却不是一个适合在帝王的后宫中生活的女人。甄宓无疑是一个善良的女子，但她缺少的是作为帝王妻子的心机与审时度势的智慧。但也许正是这样的甄宓，才更容易被文人墨客们喜欢，被很多人喜欢。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就请转发、点赞、加关注吧。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